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一期我想给大家聊一个可能我们都知道，又或许有很多误解的概念，叫做我执。我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为什么会对它产生这么大的误解？为什么很多人想要说去突破自己的执念，但是又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超越它？我也是身边有很多的从朋友呀，包括客户呀，或者是我自己的家人呀，也会问我这样相似的问题，所以我就想说通过这一期的视频，把相关的一些概念给大家梳理清楚，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和自己的自我和自己的 ego 和自己的我执在相处的时候，能够有更大的自由。这一期呢，我们大概会有4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来讨论一下我执是如何形成的，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第二部分呢，我们会讲一讲有哪些我们不自觉的一些习惯，其实是会不断的加强我们的执念，让我们陷得更深。然后在第3部分里面，我们来聊一聊接纳和臣服的一些实用的技巧，包括怎么样可以去做这个练习。那第4部分呢，我想讲一讲这个有一个很热门的一个词叫做 ego death， 就是这样的一个有的修行的人或者冥想人会谈到这样的一个体验哈。我会讲一讲就是 ego death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那它可能是有哪些阶段的。在这个里面我们也可以发现说，我们对它的想象是否是正确的，还是有一些误会在里面呢？在其中相对的我也会去谈到一些我们对比如说空性的理解，对于有为和无为的理解，这样和我执相关的一些概念，我们都把它翻译清楚，解释清楚。那在这个视频里面呢，我也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就是这个视频里面没有任何会制造你焦虑的内容。我会用逻辑清晰的方式把它慢慢的都讲清楚。那也想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一起来听，一起来聊这个东西本身，其实也是对我们有一些执念的，已经是慢慢的在解构它，已经是在超越它这个的过程里面了。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第一部分呢，想先跟大家聊一聊我执是什么，它和小我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因为很多时候会感觉到执念还有欲望的痛苦，比如说我可能跟自己内耗啊、焦虑呀，或者觉得很空虚，不知道这个意义感在哪里呀，想要去追求一些东西，又觉得可能求而不得，或者可能觉得说这个东西我不应该这么努力的去抓取，就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这样的一些挺难受的这些感觉。因此呢，我执和小我就不自觉的被披上了很多的污名化的标签，好像他们是敌人。但是实际上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那我需要一个东西，对吧？人生在世，我需要很多的东西，我才能活下去。我的身体需要吃饭，需要喝水，需要空气，需要一些人际关系的这些滋养。那是不是就一定会有执念，一定会有很强的我执？其实这个里面不是划等号的。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就能明白哈。比如说，我们都需要呼吸，人都需要氧气。但是并不是一定我需要这个我就会对它有执念。我现在生活在墨尔本，一年365天，有366天可能都有晴天，虽然也阴晴不定哈。就是这个空气的质量呢，总的来说是很好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生活，我对空气是没有执念的。我对空气什么时候曾经有过执念呢？当我在北京生活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今天的空气怎么样，我会不会在那儿工作，然后就头痛的厉害，然后开半天空气净化器才能缓过来。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会有执念，有担心，想要去说买这个还是买那个，我这班还能不能去上了啊？我这个在这个城市生活到底合不合理，才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能够知道说，其实是我们的恐惧和欲望，尤其是这个恐惧的部分它存在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我维持我的肉体的存在是有条件的，
这个条件可能不会被满足。在这样的恐惧的驱动下，我们的小我的这部分因为自我保护的需求会生出各种各样的执念。所以我们把这个梳理了一下，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度的去污名化小我。小我能意识到说我是有这样的一个肉体的，在他的这一端，他就是用这个触角来体验这个维度的世界的。我既然是要这样的话，那我肯定为了保护自己，我有担心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我做出反应，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没有说什么不好的，或者是一个好像道德不够高尚的，它不存在这方面的一些批判。那我们的小我和我执之间是怎么去有这么强的一个绑定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看我们的自我认同放在哪里。比如说，如果我在一个很竞争很高压的一个环境下面长大，或者说在我的文化在我的家庭环境里面，可能很多人会对我指手画脚的去批评我，或者说嫌我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啊，让他们失望了。那我形成的一些防御性的一些机制因为我自己在那个的反应下面，我还是一个孩子，我会恐惧，我会想要融入，我会想要去配合，或者想要去拒绝这些东西。我的所有的这些防御，我自然而然可能就会形成一些习惯。而我这个时候如果把我的自我认同放在了这些防御上面，我认为这个就是我，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英文叫 attachment， 就是一种包裹的一样的关系，就是我认为这个是我，所以裹住了一层。然后这个东西它又会再和外界产生一些摩擦，比如说我认为这个是我的性格，但现在我可能碰到了一些事情，我发现自己的这套行不通了，或者别人给指出了一些我这样的一些做法，它可能不是特别有益的方式，那他们说的也有道理，那我又开始怀疑又可以怎么样，然后我可能又因为这个感到恐惧，因为感到恐惧我又觉得说如果我不做什么的话一定会有很差的一些后果，然后我又相信了我自己的想法的这个灾难化的这个思考，然后又裹了一层。所以我们的执念是这样一层一层这样裹起来的。很多人想要去突破我执，或者是说打破这个执念的时候，就会想要说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东西打破，把它给撕开，或者怎么样呢？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尝试。那最常见的，如果大家接触冥想的话，可能会很想说那是不是我要去找到自己的空性，可以突破我执，或者说是不是我要去学习道家的一些哲学的一些思维，比如说无为而治，无为和有为之间的这个，但是可能我们又是因为对这些名词一知半解，就在一个说我好像想要去用这个去帮助我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把空到底是什么，无为到底是什么，我们也把它讲清楚我们来做一个更加深入一点点的理解。空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空首先这个是一个翻译词，就是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嘛，大家可以帮忙查一下最初翻译这个词的人是谁他在翻译的时候他用了空的这个我们这个汉语的这个词。如果大家看到过一些就可能是藏传佛教的一些僧侣一些老师们，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会给你解释说这个空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藏语的这个系统里面，然后在它就是原有的那些文字的系统里面，它的意思其实是更加直白和明确的。空这个词在被翻译之前，它本身的意思就是一种不断生成，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形态，但是又有无限的可能性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它有无限的可能性，它又是在不断的生成的，我们不能指着它说这是一个什么什么的一个东西，但是同时呢它又不是没有东西，又是有东西在那，但是不断的变化。所以这个是空的意思，不是说没有才叫空，而是这种流动的这种生成的可能性它才叫空。另外一个我们再来想说，那无为而治是什么意思呢？无为和有为之间的这个区别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我想请一下我们今天的客座老师，这是今天的客座老师这是我养的一个小植物是一个 Hoya， 中文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请他来给我们上这个无为的这个课呢？因为我们知道植物的一个种子，它包含了它可以
生长发芽破土长出来的所有需要的一些它的 DNA 呀，它的一些可能性全都蕴含在这个种子里面。那我们把这个种子把它从小的这个树给养成一棵大树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每天跟他说，哎，你知道吗？你要这样长，你要这样长，我要帮你这样长。我们不需要做这个事情，我只需要给他提供一些养分，他自己自然会把自己的潜能释放出来。引用一句老子的话说，就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万物将自化。这句话我们怎么样理解？我觉得它的英文翻译是最容易理解的。它的英文是这样被翻译的： Nature does not hurry, yet all is accomplished。 就是自然并不会紧赶慢赶的，但是所有的事情都会发生，都会有所成就，都会达成，它就会长成它自己本来的样子。所以我们自己的很多事情也是这样，很多事情它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什么的东西阻碍了我们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养分我们没有给到自己？当我们移除成长的障碍，给到自己需要的养分的时候，我们自己本来的那个种子它就会开花结果，而不用一定要去我捏造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想的我，然后我把它硬塞到我的心里。所以无为和有为之间的这个区别就这样，它是不断的转化的。我们今天在这儿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哈。那我们有人说有人听，我们一起思考，这个是一个有为。但我们有为是为了无为，因为当我们悟到了这些东西之后，这些道理我们自然而然的悟到了，想通了，想起来了，那它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那就会成为我们去理解很多东西的一个契机，帮助我们更好的把更多的潜能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又会是一个无为的过程，所以从无为到有为再到无为，这样的一个循环。我不知道这样讲了一些这个基本概念，大家有没有更加的了解呢？那我们再说回来哈，说到这跟我执又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自己的自我认同是可以明白说我们的自信是空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自信是一直都在不断的生成、变化、发展，充满无限的可能性，又没有说一个真正的一个成型的东西可以说你就只是这一个。如果我们明白自己的自信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接纳自己，在选择说不去把自我认同放在小我的恐惧上的时候，我们是否就可以更加轻松的做到这一点？那如果我们知道从无为到有为是可以这样的去转化的话，那我们是否在自己做事情的一些策略上也可以更加的自由呢？好的，那现在我们第二部分就来讲一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哪些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默默的在做，其实是不断的加强我执，不断的加强执念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我们来觉察一下哈。第一个习惯是用执念对抗执念。当一个人想说，哇，我这个人执念太深了，我觉得我过得不轻松，一点都不松弛，我好想更加松弛呀，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在用执念对抗执念。我们是没有办法用执念去对抗执念的，这个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啊，自己跟自己那个摔跤啊。所以这个东西呢，不仅它在逻辑上说不通，它可能会让我们内部感觉到更加的混乱。因为我越想去对抗，我就越感觉到说，怎么好像我更加的害怕了，那怎么好像我怎么又做不到这个，或者是怎么样，我做的还不够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也会很容易的，这个习惯就会影响到另外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不断的在自己的内部制造有敌人的这样的一个假象。有的时候我们升起一个想法，我们会自己批判自己说，你怎么这么想？或者那个想法本身就是一个批判性的想法，就会说你怎么这样，现在都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干嘛干嘛干嘛，你看看人家怎么怎么样，这诸如此类一大堆的批判性的想法哈。当这样的一些想法生出来，我们感觉到焦虑，感觉到恐惧，感觉到生气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下意识的会感觉到说这是我的敌人，我的内部，我自己的这个内在的声音有一个是我的敌人。我在这里面就想邀请大家，我们好好的细细的品一品，为什么我说这个敌人是一个假象呢？
因为其实当我们去真的在冥想里面去看自己很多的想法它从何而来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清晰的发现，所有的这些想法，真的这些批判性的声音，哪怕是特别特别冷酷的一些批判自己的声音，其实它归根结底都是自我保护的声音。你也可以把它理解，这个声音之所以出现，都是为了想要避免一些错误，避免一些灾难，想要让我自己变得更好，或者是说我是出于对自己的爱我才说这个的。但很多时候我们感觉不到这一点，因为那个声音可能太像一个敌人了。但其实他的这种批判性也好，他的这种好像很残酷，好像在用批判自己的方式来爱自己，这个只是因为那一部分的我们对于什么东西是能够保护我的，有一个他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认知。换句话说，那一部分的这个保护者的意识，它在生成的时候，有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在过去的一个经历里面有过某些创伤的体验，或者有过某些很痛苦的体验，我们没有很好的去消化去理解这个体验它的意味着是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很好的保护自己，或者寻求一个公正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的生活又需要继续，所以有一部分的自己还在记得，他不想被忘记，因为这个痛苦如此的真实。而另一部分的我们的自己，我们有接下来往前走，我们有新的生活，有体验到一些生活的一些变化，所以那一部分的意识和这一部分的意识，他们两个的视角就形成了一种不同。那一部分的意识，他还记得曾经的那个现实是什么样子的，他记得曾经这个世界感到是如此的让我觉得无望也好，让我觉得很难过也好，让我觉得很悲伤或者很愤怒也好，而基于那样的一个事实，它生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想法是可以激励我，是可以帮助到我的，基于这样的一些信念，它生成了这样的观点。而我们已经向前走了的这一部分，它可能有所成长，或者它可能经历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它有另外的一个信念。这两个信念现在看起来它是矛盾的，并不代表一个人是对的，一个人是错的，只能说他们基于的视角和时空是有所不同的。如果我们一定要站其中的一方，我们可能过多的认同这边，或者过多的自我认同这边，要说另外一边是错的，我们就会在自己的内部制造一个这个是敌人的一个假象。所以随着我们的不断的成长也好，疗愈也好，开悟也好，不管你愿意用什么样的词我们的这个合一的过程，它都是需要说，首先这两者可以先好好的共存。我们先不要一看到对方就要开始打架，或者说一听到一个自我批判声音就开始躲起来，或者想说我怎么又在想，你就记得那个其实是一个保护者的声音。你可以跟他说 OK， 我知道你会这样去想，是因为你想要保护我，或者我可能不理解你为什么觉得这样做是能够保护到我的呢？当你这样去问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会松动的，那个很紧的东西其实是会软下来的。因为保护者的意识唯一想要做的真的就是保护你，在保护你这件事情上他是没得商量的。你如果跟他说请你不要保护我了，你做不到。但是如果你跟他说我想要理解你为什么觉得这样是可以保护我的，那我们可以商量一下这个保护的策略在2025年的今天是否还是适用的，还是说我们可以一起想一个新的策略它更好用。你的那个保护者的意识一定是愿意听的，因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所以我们讲到这儿，我们就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这种我执的这种痛苦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看到自己，没有先让那个部分可以矛盾的共生，矛盾的共存。当我们让它可以矛盾的共存的时候，这两部分就可以从表面上的敌人变成熟人，再变成朋友，再变成战友，再相互理解，甚至到最后他们会很好的一个融合，会形成新的一个视角。这个视角一定是超越了他们原来两个视角的这种单一视角的局限性的。我们也因此明白一些概念，一些非二元性的一些本质，它其中蕴含的智慧到底是什么。
第三个会加强我执的一个习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有情绪化推理的一个习惯。这样情绪化推理的习惯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区分到底哪一个是现实，哪一个只是我的想法和感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可能生活中会发生一些事情，然后这个事情让我联想到了一些东西，或者我猜想说，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谁谁谁他对我的态度不好了，那是不是1、2、3、4、5、6、7，我就开始想一大堆后面的那些东西。但是我后面想的这些东西其实都只是我的想法，对吧？在此时此刻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并没有任何的一些事实说这个想法它一定100%的就会成真，这个可能性是没有这么绝对的，它只是一个想法。但因为这个想法起来了，这个情绪起来了，我们可能会感觉很难受，我会感觉到很恐惧，或者很焦虑，或者想起来说之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怎么样，然后当时的那个感觉又回来了。因为这个感觉存在，我们会基于这个感觉去推理，那这件事情一定很糟糕吧。就是说我对一个东西下的一个结论不是基于现实的，而是基于我的情绪的，所以叫做情绪化推理。我们这一次的内容讲到这儿已经讲了2个了一个是叫 emotional compounding， 我自己起的名字就是这种情绪一层裹着一层，一层裹着一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情绪化推理就是因为我感觉很糟糕，所以这件事情一定很糟糕。但其实感觉只是一个主观的一个现实，它不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所以这些都是会去不断的去制造我们的幻象，并且让我们好像有点身在其中，找不到出路一样。但当我们发现说这是一个想法 OK， 这是一个感觉这个想法是存在的，这个感觉也是存在的，那它们存在是有它们存在的理由的，但并不一定它们存在就说明这件事情一定是灾难化的，或者一定我就不比别人好，或者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其中的这个关联，这个可能性的关联并不是这么绝对的。所以这是另外的一个我们有必要说的习惯。还有最后一个习惯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对于冥想，或者是说对于我们的修行的一些认知是有误解的。很多人在冥想的时候会把冥想也认识为一个好像一个升级打怪的一个过程。我是一个冥想的小白，所以我在这儿冥想的时候心有杂念，经常走神儿，坐也坐不住，或者没什么感觉，我也没办法入定。然后人家冥想的大师，人家老师傅，或者说Cathy 也冥想了10几年，很容易入定Cathy 这个很厉害，他这个级别升得很高了，好像升级打怪一样，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个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现实的时候，我们玩游戏也好或者现实的考试的时候，我们形成这样的一种惯性，所以我们会用这个模板去套冥想，好像我们冥想就是得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一个觉察或者一个心态。但是其实事实上呢，我们的这种高我或者说我们的灵魂的这样的神性的存在，它是一直都在的。不管你修行不修行，冥想不冥想，它都是在的。我们打个比方，就把它形容在就是它就是紧紧贴着我的背后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走到哪儿它就是跟我在哪儿，或者说包裹着我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都可以这样去讲更多的关于高我的内容大家可以看我聊就是高我重新认识高我的那一期，我们在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解释。那我们知道它其实是无条件的，很多时候存在的。那其实我们冥想的练习并不是说去制造它，或者是说靠近它，而是我们停止去制造我们的这个小我的体验和它之间的这个隔阂。当我们很多的恐惧，因为恐惧又制造了新的恐惧，然后又把自己当作敌人，然后又在批判自己的批判，我们制造了这么一大堆之后，我们的这个本来是贴得近的很一体，这个里面我们不断的往里面塞很多的东西，把它这个管道给堵住了。所以当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停止去制造这些东西的时候，那这个管道会自然的回到它本来就通畅的状态。所以当我们冥想很多的时候，我们确实可能会发现说我入定挺快的，或者我的内心感到平静，或者怎么样，我们会有这样的体验。但这样的体验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原来没有的东西才有这样的体验，而是因为我们学会去把注意力从某些东西上面暂时的挪开，回归到一些更
本质的东西，或者说以一种更加接纳的态度去看我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体验。这样的时候，哪怕我有一个执着起来，我不会因为一个执着起来，我就在它上面裹了100层，把一个执着变成了100个执着。那一个执着起来了，它随风飘散了。另外一个执着起来了，或者另外一个恐惧起来了，一个欲望起来了，它又随风飘散了。这个东西它是很淡的，是很轻的，很淡的。如果我们不往上面裹这样一层又一层的话，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误解。所以我们的这个修行并不是让我们变得好像更高贵，或者说这个人变得更特别。我们冥想的本质就是觉察以及识别出我们的觉察。所以这个修行的本质也是在于觉察本身。说一个人有没有在修行，在我看来不是说他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不是说他好像生活好像很标新立异，跟别人不一样，或者说很冲破世俗怎么样，看起来就很奇特，不在于这些外在的东西，而是在于他有没有觉察到自己生活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和自己对他的反应可能是另有深意的。我们所存在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一个肉体几十年然后腐烂了，是有其中更广阔的一些意义和价值在的。如果我愿意去思考，愿意去觉察，愿意去向内探索，向这样的不一样的方向去探索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修行的本质，才是冥想的本质。好的，讲到这儿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想说，那怪不得之前我的一些执念会越来越多，那我想要不去再去制造这个执念，我想要去换一种方式，具体可以怎么做呢？那在第3部分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可以怎么做的一个具体的方法。那我在这个里面想要先来介绍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因为方法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那我想要介绍的这个方法是比较简单，比较入门，也比较容易上手的。不管大家的冥想基础如何，经验如何都可以来练习。这个冥想就是我们带着接纳的心态去觉察自己身上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一切。什么叫做接纳的心态？接纳就是发现说，我有这样的想法，好的，你好，你在这儿，我有这样的感受，好的，感觉到了，然后呢，然后我现在我的周围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好的，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能够意识到这些东西发生，甚至于接纳自己的不接纳。当我们发现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不想接纳，我觉得我现在不舒服或者怎么样，这个不接纳也要去接纳它。我现在感觉到很矛盾，好的，我接纳这个矛盾，我接纳这个不舒服，我接纳此刻我是困惑的。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就把这个视频稍微的停一下，就用1分钟的时间去随着自己的呼吸感受一下在呼吸的时候，我的身体我能感觉到什么，不能感觉到什么，这些都 OK， 能感觉到的不能感觉到的我都用一个接纳的心态，然后能够听到的能够看见的各种各样的冒出来的想法或者是没有想法，各种各样冒出来的情绪或者是没有情绪，在这个接纳的心态里面待1到2分钟，感受一下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你的感受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没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个练习听起来平平无奇，对不对？没有什么很玄的东西，没有什么很神秘的东西，这个其实就是最坚实的第一步。如果我们没有接纳的练习的话，其他任何的一切我认为都无从谈起，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内部还在给自己制造惊涛骇浪的时候，想要看清楚水底到底是什么。只有我们可以和这个风浪很自然而然的这样相处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有余力去看到某些东西后面到底是什么。那谈到这个接纳的冥想我们就也需要去谈到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词汇，就叫做臣服。那臣服，首先我想先说我们不要被它字面上的意思所迷惑了。臣服不是说要对谁俯首称臣，不是说你更好我不够好，我要现在向你五体投地俯首称臣，我要把我的一些什么东西献给你，不是说这个才叫做臣服
不是俯首称臣，当然也不是说自己欺负自己，自己压抑自己，逆来顺受，这些都不是臣服。其实臣服的本意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去认同我自己的自大也好，恐惧也好，因为自大的反面，自大和骄傲的反面一定也是有恐惧的。如果没有那个恐惧，这些防御性的东西是不会起来的。当我们选择不去认同这样的自大也好，恐惧也好，我们就可以更好的说，我记住我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我想起来我自己的本质是什么样子的，我与我的本质，我与我的大我的部分更好的去融合。所以这个是臣服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哈，如果有朋友们发现自己本来就是自尊心水平不太稳定，或者有一些低自尊的一些困难，或者你发现说经常我的配得感是比较低的，或者说我比较容易是有自我批判的，如果你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些挑战的话，其实臣服这2个字不适合你，不要练它。因为人是不可能交出去一个自己本来就没有的东西的。如果我都没有感觉到说我拥有一个东西，我为自己感到真心的骄傲快乐，我确定自己存在着，我又如何能够从小我的这一端扩展我的意识到大我，或者到更远的这个意识呢？这个是有点挺难的，就感觉你中间跳过了一个步骤。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如果一个人的一生他是充满了一些成就，然后充满了一些可能比较顺遂的部分，或者可能别人也觉得你很优秀啊，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人尤其适合去练习臣服，去练习把自己和这些 title 去做一个区分。我不一定要认同这些光鲜亮丽的一些标签，我不一定偏要认同觉得说我自己哪特别好是因为什么什么，这样的人是特别适合去练习臣服的。但是如果你是另外一端的，你可能说可能受到很多的批评，可能是被这种挫折教育怎么样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的，你都没有感觉到过很多为自己感到骄傲的时刻，或者说感觉到我自己的很稳定的自尊我自己的配得感都没有过这样的体验的话，那这个臣服的这个练习不适合你。你需要更多加强的是自信的练习，自己的无条件的自我价值的练习，敢于为自己发声，敢于为自己站出去，感觉真的我可以通过我说的话也好，做的事情也好，很好的保护我自己，很好的为我自己撑腰，和自己站在一起。你更需要的是这个。所以不是2个很不同的人就需要的是一味药，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大家要通过自己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和对自己的理解来比较灵活的去应用它们。好的，我们讲了这么多，最后的一个部分呢，我们来讲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吧，来讲 ego death 的故事。这个地方也是可以讲到我自己的一些体验那大家听到一些 ego death 的故事呢，可能有的人的ego death 的故事可能和他的一些濒死体验有关，有一个濒死体验，然后发现我快死了，我让自己死了，然后在这个时候我有一个 ego death。或者也有的人他会通过比如说死藤水，或者说催眠，或者说是吃那个置换蘑菇之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进行内在的这种自我探索，然后发现说我有了这样的一个 ego death 这样的一个体验，然后改变了我的人生。当然我会说这些方式其实也并不是说跟大家说一定要去尝试这些因为像死藤水蘑菇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合法的，也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有安全可靠的渠道的，我们也不一定偏要去依靠那些东西才会有 ego death 的体验。像我自己的话，我就不是依靠那些有的，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 evolve， 就是 ego 的一个进化也好，意识的一个拓展，这样的一个体验是在冥想里面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这样形成的。所以其实 ego death 这个名字在我看来很误导，因为在实际的体验里面没有东西是真正死掉了的，
不是说我 ego 过来把它给掐死了，然后我现在就升级了，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我的 ego 这一部分的这个意识和其他的意识有一个很好的融合，就像一滴水终于回到了大海，或者说一滴水终于汇入了大海，你会觉得那一滴水死了吗？其实没有，但是在它和这个大海的这个融合的过程中，它一定也是不断的在生成和变化的，所以这个 ego 的这个体验也是不断的在更新的，所以确实是有死亡和重生这样的一种感觉，这个也的确是真的。那我自己的 ego death 的话呢，是有几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其实就是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冥想的练习里面，在心理学的一些练习里面，我会发现很多原来我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这一团的东西，其实不是我，其实只是我的一个看法，暂时的一个看法，我对世界的一个暂时的认识，或者我认为怎么样子可以保护到我自己，所以一层一层的这个缠在一起的这个东西，它变得松动，然后它变得更加的有弹性。那我的自我认同也越来越会发现说，其实我不需要认同这些东西，我的自我认同放在这个上头其实是不合理的，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来认同我自己。那当这个东西变得比较弹性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算是第一阶段吧。我会明白说，哦，我是谁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不是说我的偏执定义了我是谁，不是我的焦虑定义了我是谁，不是我的恐惧定义了我是谁，我远远大于这些东西。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当我把外面的这层剥掉了之后，里面的这一层我自己的这个体验，眼耳鼻舌身的这个体验，它其实也是不断的变化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没有一个一直特别恒定的这样的一个我，哪怕在我们这一辈子的过程里面也是不断的长大，对吧？我的样子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我的细胞在不断的新陈代谢，很多细胞在死去，然后我在新的这个细胞在生成。那我自己也不是说只有我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的内部有很多的，比如说益生菌，有很多菌群，有很多病毒，我们都和它是共生的，甚至这些益生菌的存在，它决定了我们的健康。所以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悖论，就是我们的存在真的都是相互这样交叉的。那么如果我的存在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我存在这些体验又是不断变化的，那我从何说起这个我是有一个固定的我的呢？所以在第二个阶段的这个层面，我们会发现，哪怕是我觉得属于我的一些东西，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在变化的，所以它就更加的流动，更加的有弹性。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我的一些体验就是一方面因为那个矛盾共存可以更好的共存了，所以会突破很多性格里面有的一些哪怕是我天然的特质。比如说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偏内向的人，那我就可以既明白自己内向的这一部分是存在着的，同时我又去锻炼出来了很好的社交的技巧公众演讲的技巧，而这个之间是可以不相互矛盾的。我可以上去演讲，演讲完了之后跟大家稍微对吧 social 5分钟，立马就躲起来了这也不失于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只要我自己觉得 OK， 然后别人也觉得 OK， 我也交到新朋友了， why not。 所以像当我们不是特别固着于说我是谁的时候，我们的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可能性，体验的可能性，它会变得无限大。而我们的所有的原来可能是有一个优点，其实这个优点就可能是双刃剑，在什么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缺点。但是当我们看透了这其中的关联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很灵活的调整的，让我的优点的这个突出的同时，我对自己的一些可能一些弱点或者怎么样，我也可以有所补足，或者通过团队合作的形式，或者通过自己的觉察，不会让它成为一个致命的弱点。所以整个的人是变得更加的圆满，这样的一种感觉。这个圆满并不是说我变得更好了或者更高尚了，其实只是我不再给自己设置那么多的限制了。那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呢，就是到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当然我说的这个阶段它其实是相互会有这个重合的就不是说要么第一要么二要么二要么三，它其实都是你可能同时在1、2、3都会有这样的体验，或者同时和2、3同时有1、2，这个都非常的常见那第三个阶段呢，我觉得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的注意力和我的自我认同的这个部分
更多的可能放在大我加小我的这一端，而不仅仅放在只是小我或者只是大我上面。比如说当我们入定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是可以转向大我的，转向大我，在这个入定的时候，在这个大我的这一端感觉到自己思维的这个扩展。那当我们日常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注意力又会回到小我的这一端，知道说哦，我现在完成一个什么事情，我找个路，我跟这个朋友打个招呼，或者我付一个账单或者写一个作业，完成一项工作之类的这种东西。那当我们更加的圆融的时候，会发现我的注意力其实是可以不断的在大我和小我无限的循环的，就是它是这样流动起来的，不是说要么只有小我，要么只有大我，因为这也是一个二元对立嘛，这其实也是一个假象，其实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能够深切的感觉到我和队友们是紧紧的贴在一起的，要么就是背靠背，要么就是大家的不同的面向在不断的这样的体验出来表现出来，我们的这种觉察的这种感觉它就是在这样很自然的这样的运动的变化，这确实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 ego death 的体验，因为不是说突然一下像有的人的濒死体验突然一下发生了，所以它真的是逐渐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而更多的感受到和大我融为一体，小我和大我之间的这种无形的这种变化的时候，也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真的明白说为什么我们说万物是一体的，这不是一个道理，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去感受到的东西。当然我相信这样的感觉可能很多人也都有过，可能是一点点的感觉，或者说隐约的感觉到说我接到了一个高我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愿意更多的把自己向它敞开的话，都是有机会体验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可能性的。好的，在今天的这个视频的结尾呢，我想提醒大家，实际上超越我执的这个修行是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的生活中的。它提醒我们说，不要去喂养自己的虚荣心，也不要人云亦云，也不需要去压抑自己或者控制自己一定要是怎么样。超越我执的这样的一个练习，实际上就是我们不断的去愿意向自己发出一个邀请，去想起来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样的。而我的本质实际上每一个人每一刻我们都是自由自在的。自由自在这个词出自于一本书，是宋真宗年间释道元撰写的一个书，叫做《景德传灯录》，它是一个佛教的史书。这个词的出典是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和一位高僧在谈话，然后他就问这个高僧说，这个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这个牛头没有见到四祖师，就是大家知道六祖慧能是禅宗的这个六祖坛经的这个六祖慧能四祖是六祖前面的两个。牛头没有见到四祖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呢？高僧回答说，自由自在。然后这个人又问说，见了四祖之后，见后如何？见了之后又怎么样呢？高僧回答，自由自在。希望你今天也能够体验到自由自在的自己。好，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